我闺女的头发一缕子一缕子给揪下来。那日子不多啊，他要用刀把我闺女的手4根手筋都给砍断了。你说我这当人我心里我心疼吧？人家他妈把他交给我了，我怎么向他妈交代啊？我对不起他妈，我也对不起这孩子，我绝对不同意他们复婚。老人家指着台上这个面目狰狞的家暴男破口大骂，直呼就是这个男人把自己家闺女的4根手筋都砍断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而男人这边他又为何要对自己的爱妻下如此重的手呢？中间是否是因为误会才导致发生这样的惨案呢？麻烦大家长按点赞3秒钟加关注，今年必发大财，今年里所有的事情都心想事成，财源滚滚来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经女主人公王女士口中得知，自己和前夫文先生两人从见第一面开始就已经是一见钟情，甚至双方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，因为是双向奔赴，所以两人只谈了半年就决定结婚。毋庸置疑，热恋期两人的感情非常好，如同胶水般天天黏在一起。但热恋期一过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结婚才20多天，由于他的猜疑，我们发生了争执，最后大打出手，以至于打到我轻微脑震荡。从那以后呢，就是3天一大打，2天一小打。究竟前夫猜疑的是什么呢？会把新婚的妻子打到脑震荡？前夫如此残忍地对王女士的暴打，让王女士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阴影，不得不选择走到离婚这一步。我们是结婚、离婚、复婚、再结婚、再离婚，就是说太多次了。最后一次离婚是我实在无法忍受，他砍断了我4根手筋。面对记者采访，王女士回想起当初的画面，都还在瑟瑟发抖，拉起袖子给记者看手上被砍断的4根手筋，让现场的人看了都吓了一跳。镜头转到文先生这边，文先生因为对妻子王女士做出如此太过分的事，都没有办法面对镜头，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根本无法直视。我现在想想过去干这些事儿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干的。应该说很多我们看您笑话都是人事儿。文先生亲口承认那都不是人干的事，但仍然苦苦来求王女士复婚，甚至亲自去找节目组调和这段破碎的关系。此时的王女士又害怕又不敢拒绝，每天担心受怕的过日子，担心以往的家暴再次故伎重演，于是也上节目希望导师们可以帮帮自己。一上台的王女士便向主持人大吐苦水，表示自己在离婚的这8年时间里，一直都不敢再找另外一半，甚至社交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。最开始那1、2年对异性有排斥，后来呢，慢慢时间长了，通过朋友的关心什么的，现在就是说可以敞开心扉，跟大家一起聊天。王女士这些年来好不容易才过上正常生活，现在真不希望再有人来打扰自己了。而文先生这边给出的复婚理由很简单，自己离婚后找了好几任女朋友了，但一对比前妻王女士，怎么想都是王女士好。他也没结婚呢，看着不如炫得圆嘛，就是还是复婚比较好，对孩子什么的都比较好，所以说我跟他复婚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文先生才想起前妻的好，而前妻王女士转头告诉主持人，从开始结婚到后面离婚，家暴一次比一次严重。王女士也说出了家暴的发展史。最开始呢是打嘴巴子，然后最后呢拳脚，再最后呢就是抄东西，这个级别越来越高，最后一刀下去彻底凉了。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，导致文先生最终忍无可忍用刀砍人呢？王女士说完，主动伸出被砍断手筋的手，连主持人看到了心里都毛骨悚然。王女士紧握受伤的手，越说心里就越难过，但文先生却坚称那不是自己砍的，是前妻自己喝完酒后自己弄的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？王女士反驳说出了真相。我喝酒不是为了你吗？那朋友惯你，你说我不替你扛着，谁替你扛着？是你一个人重要，还是全家人的名字重要？你不喝，人家会惯你啊？废话，钉在那儿了，你做事做的不对，没有道理。两人在台上火药味十足，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立场和态度，谁都不肯让步。王女士缓缓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时间回到当年，文先生当时不知道抽了哪根筋，非要请全单位一起吃顿饭。单位同事也是非常高兴，早早去到了饭店等。本以为剧情会往好的一面发展，没想到文先生竟无理由迟到了2小时，让大家白白在等。同事们一个个都不高兴，今天就得让文先生喝个大醉，这让性格豪迈的王女士根本看不下去，
上去就是跟他们一顿对。他拼酒，你想他开车，他带着我和孩子，那我能放心吗？我就急眼了，我说你们不想喝酒吗？今天咱就喝个痛快的。反正我当时也脾气也鲁点，一瓶那个就是那1斤多那个啤酒，我也是一口就全周了。王女士这举动是想帮文先生顶酒，而文先生看到此情此景，饭都不吃，拉着王女士180码开车回家，车都开得快冒烟了。一进家门就对王女士破口大骂，进屋就骂，你没喝过酒啊，800辈子没见过酒吧？这边的文先生气还在头上，而王女士也喝得醉醺醺的。这个时候稍微再有一点矛盾就会直接燃爆。没想到最坏的事情不想它发生还是发生了，就是这天晚上王女士的手被砍断了4根手筋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？说实话哈，我喝多了，然后就是说心里压抑了这么多年，那天也是气头上，进屋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抄起菜刀我就去砍他，他就把房门一关，就砍在门上了。王女士喝多了还真没管那么多，奔着文先生的命去的。文先生说时迟那时快，一推门就把卡在门上的刀给夺过来，下意识的拿起刀也直接砍回去了。他这一挥刀，我这下意识的一扛，就这儿，你看。你喝多了，没有，那确实不是我砍的，是你自己砍的。没有，不可能，就是你砍的。你大家自己看这刀口啊，不会那么干的。这刀口是这样，就是对方拿着刀这样抹斜的，我自己砍应该是正砍，对不对啊？证据确凿，文先生不认都不行了。王女士继续回忆往事，告诉大家当年是10月1号国庆节结的婚。本来结婚就是喜庆开心的事，但却变成了今后王女士噩梦的开始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？第一次挨打是10月25日，这个日子我记一辈子。为什么王女士会这么清楚记住这个日子呢？王女士表示，当时结婚没多久，一个远房叔叔来到北京想探望一下自己，可伦先生却疑神疑鬼，坚持要跟着一起去。去到一看，没想到还真是远房亲戚叔叔。当时的文先生真是面子丢到家了，瞬间感到无地自容，倍感委屈。出了门口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看你错了吧，你冤枉我了吧，你得给我赔礼道歉。”说，他就急了，上去就一嘴巴子，当时给我打傻了，我就愣着。我说你为啥打我呀？我跟你讲理呢。紧接着又一嘴巴子。这几巴掌来得太热然了，王女士还没反应过来，心里充满了恐惧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跑。正好过来一辆公交车，然后我就噌一下我就上去了，人家揪着头发，啪就从那3个秤的那公交车上给我拖下来了。拖下来之后，我俩就开始撕巴，撕巴之后一个冲劲儿，我就没把握住嘛，一下就撞路边那马路牙子了，然后就昏过去了。不得不说，文先生下手是真的重，处理事情更是不分红皂白。等王女士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躺在医院里了，直接把王女士打到脑震荡。到了出院当天，文先生和王女士阿姨同时来接王女士出院。文先生见状，直接当场大吼：“你今天跟谁走？”这可把还没缓过来的王女士吓坏了。我当时心里真纠结，结婚还不到1个月呢，这顿暴打，轻微脑震荡，我心里特郁闷。然后我就说：“我说爷儿，我跟你回家吧。”出院回到阿姨家里，王女士心里满是委屈，心想自己究竟造了什么罪，嫁给了这样一个男人。我越想越想不开。你想啊，我爸活着时候一个手指头都舍不得碰我，这结婚了最近的人一顿打。在旁的主持人就一直搞不懂，为什么妻子打个电话都一定要跟着去验证呢？难道就这么的对妻子没有信任吗？文先生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确实我多心，不是你多心多太过分了。从王女士口中得知，文先生的多心还远远不止这件事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当年王女士的单位有一个同事腿上长了一颗粉瘤要做手术，王女士就去探望一下他，没想到文先生的疑心病又犯了，又怀疑自己的新婚妻子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。哎，你同事家住哪儿啊？我说住哪儿。那行，咱过去看看去吧。我知道他疑心，我说那咱去吧。骑自行车骑了1个多小时到俺家了，简单的说了2句出来了。这件事又让文先生面子掉到了地沟里。回到家里，王先生急眼了，抓着王女士又骂又打。被打习惯的王女士知道情况不对劲，费了9牛之力，用自己一条胳膊跟腿顶着门，衣服都顾不上穿，心想着逃命要紧，光着脚跑下5楼的。小卖点大姐看着我太可怜了，给我找件外衣，给我找双鞋，然后说的你赶快找几个电话，打几个电话吧，谁能帮你？后来我就给他姐夫打的电话，给我姨打的电话，给他单位介绍人打的电话，一定要开掉去，必须要离婚，这日真的没法过了，我天天是生命受危险。王女士觉得要是再不离婚，
逃离这个地狱般的家，自己小命就不保了。此时此刻，爱不爱都已经不太重要了。行了，行，你再说哈，我就不跟这儿站着了。您那个说的有点忒过了。对天发誓，我要夸张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是我长得你不用发誓，别发誓。那我就特想知道哈，打了。平时敏感多疑的文先生，被前妻王女士这番话弄得无地自容，特别是在广大观众面前，更是无限的放大文先生痛苦，得理不饶人啊！王女士被问到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肯离婚呢？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当时很多人就劝说，能将就将就吧，为了孩子。我说你知道吗？我俩天天打，孩子看着都闹心，你知道吗？曾经恋爱的夫妻，走到如今这一步，嘉宾们又是怎么看呢？一上来的苏老师竟把矛头指向了王女士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俩人脾气真的是不好，尤其这位女士，每当这个男士说话超过3句的时候，她立马就打断。一个男人啊，在不断的这种话语权被剥夺的时候，怨气是会不断的积累到心里的。苏老师也清楚的明白，每一个家庭暴力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更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没想到王女士竟当众反驳苏老师。今天之所以我每次打断她的话，是因为我把压制在心里这么多年的话痨打开了，明白吗？就说我跟他过这么多年，没有这么畅快的说过。王女士情绪正在头上，完全听不进去苏老师的话，觉得被家暴这件事完全就是文先生的错。苏老师把矛头指向王女士就算了，没想到接下来万峰老师也把矛头指向王女士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们两个都有缺陷，你就是什么呢？很泼辣，得理不饶人，就忽略了一点，夫妻之间哪儿能一天到晚讲道理啊？你们双方都有一个臭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不懂得宽容，不懂得包容，你们俩别再凑到一块儿了。王女士这边确实是得理不饶人，每一步都把文先生逼到了墙角，更是在外面从来都没给文先生任何面子和台阶下。任何一个在外不给男人面子的女人，貌似都过得非常不幸福。最后涂磊老师压轴出场，一上场就用简单2句话总结了他们之间的问题，这究竟是说了什么？你有你的嘴，我有我的腿，你若还是不停嘴，我就把你往死里毁。其实家暴是什么呢？家暴是一方对另外一方长期的这种强权，周而复始的，这叫家暴。涂磊老师的话果然一针见血，要是追溯到家暴的源头，是因为王女士一直以来的强权，从来就没给文先生有任何的话语权。涂磊老师继续缓缓说道：这女孩子是牙尖嘴利，气势强悍，男方呢无言以对，那就只好拳脚相加。涂磊老师不愧是最强情感专家，3言2语把2人的根源问题总结出来。涂磊老师也想知道，为什么王女士坚持要处处欺压文先生，甚至被家暴还死性不改。王女士终于说出了自己心里最深处的话。因为这就像刚结婚似的，谁要说话算了，就是这辈子说吧，另一方就永远会听这边了。也许你说的是对的，夫妻之间是一场战争，但这场战争不是夫妻之间的，而是夫妻共同面对命运的战争。不得不说，从王女士的感情观、家庭观出发，就注定她已经理解错了，只理解到字面意思，而不懂得战争是夫妻之间共同去面对困难。而王女士由始至终都不是用自己的强项去保护文先生的弱项，而是处处打压他，逼得忍无可忍，无路可走。涂磊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一番建议。你的强项是能说话，他的强项更多的是细腻，那么就由他来构思生活，由你来表演，由你来继续操作咯，用你的强项去补他的弱项咯。而为什么要用你的强项去刺激他的弱项呢？他不能说你就偏面说，是吧？他能打你不能打的就偏偏打你。佩服，几句话就总结了所有的问题。涂磊老师还用自己的心看得出来，更是感受到文先生是一直爱着王女士的，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来分分合合。说到这里，文先生也默默地低下了头承认，虽然拳头是落在你身上，但是他内心也是痛苦的。只是这种人不记事儿，他每被你激怒的时候，他总是要扬起自己的巴掌。涂磊老师也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和提出了建议，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给大家：婚姻是不是真的要讲道理，还是相互的理解和包容呢？接着，王女士的阿姨根本不同意他们复婚，也在节目上公然数出文先生的一条条罪状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？这小子呢，结婚20天以后啊，他就把我闺女的头发一缕子一缕子给揪下来，啊，我一看着我闺女这样，我跟你讲，我心里头我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就在王女士脑震荡出院以后，
文先生多次上阿姨家百般纠缠和闹事，放声豪言一定要王女士跟着自己回家，而王女士一直是个孝顺的乖乖女，看到给阿姨造成如此严重的麻烦，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了，就只能乖乖就范跟着文先生回去那个噩梦的家。可阿姨千算万算都不会想到，回家几天后自己的闺女就遭受了人生最严重的伤害，把我闺女的手4根手筋都给砍断了。你说我这当人的，我心里我心疼吧？人家他妈把他交给我了，我怎么向他妈交代啊？我对不起他妈，我也对不起这孩子，我绝对不同意他们复婚，我就不同意他们复婚。阿姨这边态度一表面是坚决不可能让他们两人复婚的。文先生也向大家做出最诚恳的道歉，表示如此残酷的家庭暴力肯定是不对的，也希望千万家庭千万不要学习。但和王女士一步步走到离婚，文先生也有自己的一番态度和看法。这是一种相互的暴力，我打他我还留着点手，他抓我他打我，他是毫无保留的，这并不是说一种一边倒的或者怎么样。你想那样可能，女儿这究竟是什么呢？往往家庭暴力的发生都不会是单方面的问题，都说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，在家庭相处上亦不会例外。在60秒真心话当中，文先生也希望王女士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咱们再试试，看这孩子面上，不成也没关系嘛，大不了再那啥。文先生从心底里已经打算破罐子破摔了，而王女士也终于明白到，原来嘉宾导师们给出的建议都是非常对的，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低头认错。其实我也反思了，这些年之所以婚姻不幸，也是因为自己就是太要强了，确实做的有点过。虽然阿姨这边是百般不支持他们再复婚，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双方手中。那两人究竟是去是留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请开门。王女士的离去，大家并不感到意外，只是敏感、玻璃心的文先生久久不肯接受这个事实。在主持人的劝导下，文先生还是回到了舞台，并留下了最后的一番话：我努力了，希望大家过得更好。谢谢。故事已经到了尾声，大家又是怎么看待文先生和王女士的处事方式呢？那他们又是谁的问题更大呢？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